500年，整整500年，传说中的神主真的要现世！你是要我背叛神主？妄想！我们守关一脉，永不背叛。爷爷，爷爷，四大家族发出消息，3日之后要灭我陈家。老爷爷突然暴毙，莫非天要亡我陈家啊？爷爷失身入狱，棺盖不入，肯定是心愿未了，不愿入土。我真要违背祖训，将玉棺交给四大家族，爷爷，我该怎么办？肉妹，别再执迷不悟了，你还在等什么呢？爷爷都死了，都是那口不祥之棺招来的祸，我们守了2000年，就算有天大的秘密，四大家族想要就给他们吧，这样也能保全咱们陈家呀！啊！爷爷3日后便是四大家族通牒的最后期限，陈家上下不和，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爷爷到底要我等谁？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找陈山河。就你，还找我们老爷？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你是谁？找我爷爷什么事？他欠我一样东西，我来取。四大家族我可以对付，他的棺材我也能盖住。他心愿未了，不愿入土。你若是能盖上，我陈家感激不尽。至于四大家族，我陈家自己对付，无需让你涉险。就他对付四大家族，开什么玩笑？看着还没我儿子大。生机断绝，我还是来晚了一步。陈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闹？要真出什么事儿，你负得了责吗？你怎么回事？这小子来历不明，惊动爷爷的在天之灵，你担得起吗？小姐，这不好吧？万一惊扰了老爷的在天之灵，如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不如让他试试。试试？他也配？我来了，你可以瞑目了。和尚，这怎么可能？咱们陈家请遍了全城最好的风水大师，都没能将他合上。这小子居然……爷爷，你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一句话，我爷爷就得以瞑目。难道爷爷在等他？他到底是什么人？给我准备个房间，要安静。是先生。另外，准备些吃的，要冰镇可乐、麻辣小龙虾。啊，这混账！这里可是灵堂，你当是来度假的吗？你怎么回事？刚刚和他对视的一瞬间，好像掉进冰窟一般。先生，跟我来。生气什么呀？过来，快，赶紧去请老太君。这小子十分不对劲，我怀疑他是四大家族奸细。是。陈柔，四大家族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进来，我看你这个家族族长别当了。
陈家后辈陈山河拜见神主，四大家族已经叛变。爷爷，他们叛变了，奴才们看来忘了主子了。应该是他出现了。你放心去吧，我会护你陈家。拜谢神主。先生，刚刚这里是不是有人啊？3日后，四大家族联手，我陈家必将遭灭顶之灾。此人来历甚密，若他出手，说不定陈家还有一线生机。你是在担心四大家族之事？先生，如今陈家已是是非之地，还望先生早些离开吧。四大家族，蝼蚁罢了，不必担心。蝼蚁，先生真会吹牛。陈家上百名武道高手都毫无办法，何况他一个人。带我去你们的祖地。可是祖地有祖训，外人不能。你爷爷的棺材为何合不上？因为他心有执念，怕你们守不住那口冰棺。带我进去，我可保陈家无恙。否则，四大家族上门，你们拿什么抵挡？四大家族高手如云，足以将我陈家拍死，永世不得翻身。如今也顾不得祖训。好，我带你去。请。去祖地？不行，得赶紧去告诉老太君。什么？陈柔带了外人进来，还去了祖地？是。此人还说他可以解决四大家族。哼，四大家族威震一方，他凭什么解决？尊母，四大家族早就觊觎我陈家世代守护的冰棺，此人极有可能就是四大家族派来的。陈俊，你赶紧带人在他们之前到达祖地，如有擅闯者，死！是。陈家祖地，禁地中的禁地，那里停放着传说中守护了500年的寒玉冰棺，除了历代家主，任何人都不得靠近。陈柔，你疯了！居然带一个外人来祖地，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哼，早就通知了辈分最高的老太君过来，陈柔，你就等着被罚吧！你这家主之位，坐不稳。先生。门开了，不是只有家主才能开吗？大胆！何人敢闯我陈家禁地？尊母，竟敢擅闯我陈家禁地！来人，打断他的腿！给我上！是。沈丫头，你可知我是谁？好熟悉的眼神。这也是和小时候在祠堂里偷看的那幅已经模糊的老祖宗画像上的眼神何其相似！不，绝对不可能！尊母，就是这小子无法无天。混账东西！谁给你的胆子，敢对先生无礼？尊母，怎么回事？好像对那人有一股莫名的恭敬和恐惧。陈家丫头，你小时候在你祖父书房里打碎的那方砚台，是谁刻的？你可还记得？我当年打碎了800年前老祖宗赠予陈家的一方砚台，当时我吓唬得魂飞魄散，还是祖父帮我遮掩过去。这件事是我童年最大的秘密，除了已经作古的祖父和我自己，普天之下绝不可能有第3个人知道。
难道他是那无所不能的神主吗？你是？管好你的子孙，3日后4大家族我自会处理。祖母，陈家所有子孙听令，自今日起见此人如见我，啊不，如见陈家列祖列宗。如有违令者，逐出宗门，死无葬身之地。玉素，我又来看你了。2000年前，我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大清国师，而你是城中最好的玉匠之女，一双巧手能让顽石焕发新生。和你的那段日子，是我漫长生命中唯一的光。啊！哎！别跑啊！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可知道我和师兄徐福从海外的归墟仙岛归来，大清皇帝命华人于海外寻觅长生之法。辗转万年，我终于得到了真正的长生之法。师兄徐福却只得到了九种血花得以再人性命，其中与贪婪的火焰吞噬了他最后的人性。玉素，师弟，长生秘法交出来，不然就杀了他。不是我不交，而是长生之法已与我融为一体，无法交出。交，他去死，让你后悔一辈子。不要，玉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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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福。我要将你挫骨扬灰！玉素。之后，我又走遍了大秦山河，终于在极北之地找到了寒冰玉魄，打造出了冰棺，只为保你肉身不败，灵魂不散。又让五族建立守关、寻宝、占族3脉，守护冰棺。如今。守关一脉家主暴毙，其余2脉叛变。徐福，是你出现了吗？这一次，我将挫骨扬灰，永世不得超生。玉素，你再等等，就快了。你看，这便是你当年同我说的。天象斗口，能聚魂还阳的无上神物，我已经找到了5枚。当年我寻遍天下，只知其名不知其踪，没想到2000多年，岁月流转，天地气机变化，竟让它逐一现世。我只要再找到4颗，集齐9枚，我便能为你重塑魂魄，助你复活。你等我。
祖母，咱们已经在这儿守了3天了，还要守到什么时候啊？守到先生出关。要我说啊，咱们都被那小子给骗了，说不定他现在在里面挖了个盗洞，把里面的宝贝全都盗走了，是不是？放肆！再敢胡言，就滚出陈家！老太君，不好了！4大家族来袭，已经到门口了。什么？爹，咱跟他废什么话？要我说，一口破棺材，直接冲进去抢了不就完事儿了？一个快要没落的陈家，跟咱4家叫板，咱是不是对他太客气了？丽儿，记住，今天我们4大家族来是拿回自己的东西，不是抢。但是要讲究名正言顺。陈老太婆最注重的就是规矩，那我们就用规矩压死他。对，凭什么他陈家就能够世代守护宝物，而我们其他4家能瞪着眼看着他分？那口冰棺，传说是秦朝的宝，里面肯定藏着大秘密，整2000年了，也该轮到咱4家了。我和东瀛的徐腾先生已经联系过了，他对这口冰棺很感兴趣，只要我们拿到手，转手就是一副泼天的富贵。哎，陈家的人呢？都他妈死绝了，给老子出来呀！王霸天，你带这么多人来我陈家，是想做什么？陈老太婆，装什么糊涂？今儿个我们4家一起来，就是一件事，夺回韩愈冰棺。本来就是由我们5家共同守护的圣物，凭什么由你们陈家自己独占？放屁！守护冰棺是我陈家历代先祖对神主立下的誓言，你们4家早已背弃使命，多为只知道追逐名利的走狗，还有何颜面再提守护二字？哎，等等，啥玩意儿？神主？你个老不死的真有意思，啥年代了还搞那封建迷信那一套啊？哎，我家神主个屁！那不就是你们陈家为了独吞那宝藏加工的胡话吗？你有傻的？今儿我把话撂实，陈家交出冰棺，你们还可以在江城苟延残喘着，不然的话，否则又怎样？今日陈家灭门！你看我敢不敢！好一个占族天子，真是威风！想要灭我陈家，来呀，从我身上踏过去！小老太，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住手！瓦沙西诺，瓦沙西诺，有话好说啊，有话说。陈剧，你个混账东西，赶快滚回去！祖母、柔妹，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那口不知所谓的什么破棺材，你们是要置我们陈家于死地啊！你给我闭嘴！几位叔叔，你们还不知道吧？就在前几天，我祖母和陈柔带了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男人，进了我们陈家存放冰棺的祖地。啊！外人进祖地了！这个畜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祖地乃是家族圣地，只有历代家主才能进去。陈柔，你把一个外人带进，你这是背叛祖宗！混账东西，你懂什么？不是外人，他是陈家的
奴才敢造反，这么多年忘了你的种子了。先生的身份是秘密，没有先生的允许，绝不可报。打我！你居然打我！我看你们今天怎么收场！老少，几位叔叔，你们都看到了吧？他们急了，那男的现在就在族体里面，他们是想独吞宝贝。真是天助我也！正准备借口动手，这个主仆就送上门了。既然陈家已经自己坏了规矩，那我们4家理当清理门户。交出兵官，则杀无赦。放肆！今日你们速速退去，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有灭门之祸。我们有灭门之祸，现在是你们陈家自人担保，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找死！后辈，尔敢！祖母，你们陈家都是废物，就没一个能打。陈饶，你们陈家祖地只有历代家主才能够进入。这样吧，你身为当代家主，带我进你们家祖地，我可以饶你们一死，这很划算。做梦！世代奸夫手关重任，是绝对不会交给你们这些叛徒的。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杀。陈家血流成河，看你祖地到什么时候！祖母，陈饶，你们别再犟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比咱们陈家的存亡更重要的呀？这个叛徒，陈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子孙呐！死老太太，快闭嘴啊！马上就到你了。守关一脉陈氏，肩负守关重任，至今已有2000年。如今陈家遭灭顶之灾，已无力承担守关重任，恳请神主救我陈家！什么他妈狗屁神主，还他妈神主！大哥他走了2000年了，我倒看看你陈家这个奉为神明的神主，能不能救这个将死的老太婆一命？恳请神主救我陈家！死吧！你的祈求，本座允了。是你，先生，长得倒是人模狗样，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还有半点强者气息，绝不可能是高人。装神弄鬼，不会是陈家推出来的替死鬼吧？怎么回事？刚刚对视的那一瞬，仿佛跳进冰湖一般，冰冷淡漠的眼神下，似乎带着一股威严，竟好像9天之上的神祇俯瞰蝼蚁一般。妈的，敢无视老子，先给你个下马威，下去再说。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谁？先生小心！怎么回事？为什么动不了了？不可能！奴才就该有奴才的样子。说什么？跪下！混蛋！敢不敢？
少爷刚刚好像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可是王烈啊，江城武道年轻第一翘楚，竟然就这么被……怎么回事？是妖术吗？刚刚发生了什么？先生也似乎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王烈，一眼竟能释放出这般威压。不对，这怎么可能？王烈可是战族的天才，先前我同他交过手，我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他居然……烈儿的性子我最清楚，他宁可站着死，也绝不会跪着生。让烈儿下跪只有一种可能，此人的威势已经激发了烈儿灵魂最深处的恐惧。此人说我四大家族是奴才，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此人说我王家是奴隶，难不成？混蛋！敢说我们四大家族是奴才？好大的口气！我四大家族位居江城顶峰，乃是江城真正的龙头家族。江城上至豪门世家，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我四大家族把守是瞻。我四大家族称得上是皇族。就是，四大家族怎么可能是奴隶啊？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奴隶？此人太过猖狂，刚刚不知道用了些什么妖术，占得上风吧？竟敢羞辱四大家族，待会儿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老王，没事吧？奴隶，奴隶，五大家族是奴隶。当年我也只在藏书阁中看到过这个只存在于王家最古老核心秘典中的词汇——占卜。相传五大家族先祖皆是那座尊上坐下的仆人，这个传承早被王家视为耻辱并遗忘，最后只保留了占族名号，抹去了仆的身份。难道其记载的是真的？眼前的这人就是？不可能，那只不过是古籍里的传说而已，没有人能活到2000多岁。三位小弟，你们已经看见我儿子的功力了，这个人可小觑啊！整个江城年轻一辈中没有一个能一招，甚至不出招就能把烈儿击败的年轻人。到底是谁？陈老太婆，这小子到底是谁？少在这装神弄鬼的！四大家族联合起来，定叫你陈家家破人亡。这关我们今天夺定了。对，今天我们四大家族联合在此，不管这小子是什么人，今天都得死无葬身之地。对，他再强也就他一个人。四大家族若真的群起而攻之，不知道先生能不能抵挡得住？先生，祖母，别再执迷不悟了。如果四大家族联合，咱们是挡不住的。就把这个外人交给他们吧，这样才能……闭嘴！先生岂是外人？再多说一句，就给我滚出陈家去！陈家无论任何人都不得对先生无礼。祖母当真是老糊涂了，竟然这样维护外人，置陈家于死地。一群奴才罢了，他们的荣耀皆归于我。老子，休要猖狂！当真荒谬！一个毛头小子不知道用什么手段侥幸赢了王少，竟敢如此狂言！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子打死喂狗，这传出去，我们四大家族不是要让人耻笑？几位老哥，不要跟他废话，动手！好，那便动手。陈家的女人长得最是娇嫩。赵天德，真无耻！当年小女现在就被你，今日老身跟你拼了！那就好，你这小子，陈家一起覆灭，夺回宾馆。四大家族子弟，跟我一起动手。是。陈家子弟，随我保护先生。是。动手！小子，有什么妖术？该死，这家伙有古怪，刚才咱们都没看到他出手。哎呦，你的浑身骨头都碎了。今日不用再啰嗦了，回去禀告老祖，查清楚这小子的来路再说。好。一群被辱之犬罢了，也配在我面前叫嚣？今日不杀尔等，是念在尔等祖上，还有几分威功。滚回去！告诉那几个老东西，7日内若不亲自滚来陈家磕头谢罪，我灭你们满门！他
不喜欢见血，否则你们都得死。哼，真是废物！堂堂4大家族族长，竟让一个毛头小子戏耍！老祖，此人古怪的很，同他对视一眼，就仿佛掉进了深渊，宛若对视神奇呀！放屁！他难道还是一个神仙吗？我看你们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哼，那陈家老太太真的是疯了，找了个江湖骗子来撑场面。7天后，我倒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本事，看看那小子还能装到几时。你们4个先下去吧，后面的事情我们来解决。是。徐先生，您可以出来。徐先生，您看当时的画面，有什么发现吗？这气息，这力量，这气，确实有点像古典中记载的那个人。厉长生，如果真的是你，那就太有趣。我会让你知道现代科技的力量，可不是你这些老旧方术能比的。徐先生，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药王大会继续举办，如果他真是那个人，他一定会来。陈家老祖都死了，他蹦跶不了多久。若不从，那徐先生，您是说今年的药王大会还是得用我们赵家的那天香豆蔻来？没错，我要引蛇出洞。今年的拍卖会就拍那个物品吧，把消息放出去，放得越大越好。如果他是那个人，那他一定会来。至于陈家，秋后的蚂蚱罢了，蹦跶不了多久。他真正的软肋是在那个门关。赵家主，如果这次的计划顺利，你赵家的财富可不会少。是，我明白。王家主，看来这次还得我们赵家和李家来立功了。要论武力，我们不如你们，但要论这种精密的设计、布局还有暗杀，那还得靠我们赵家和李家。我们赵家早已经掌握了华南地区90%以上的珍稀药材资源。先前在陈家，我们4大家族吃瘪，但是这一次有徐先生您亲自出面，还是在我们自家的主场上，这陈家必死无疑！哈哈哈哈哈！儿子，那家伙害你关禁闭，看妈待会儿怎么为你出口恶气。妈，小心祖母。哼，老太君又怎么了？别让我逮到机会张嘴。先生，先前您来的仓促，也没来得及给您做件新衣服。柔儿，好。好。先生，这是在整个大夏最顶级的奢侈品牌内为您精心挑选的衣物。这衣服料子太糙，针脚也坏，会影响人气流转，同粗布麻衣无异。料子太糙，可这已经是能买到最好的成衣了。手工定制，价值100万。哼！哎呦，这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你是没穿过好衣服，不识货吧？真是狡猾子！秀兰，不得无礼！先生，那您想要什么样的衣服呢？
去给我找天蚕丝，要千年冰泉唤醒我，再找个手艺好的裁缝，用金针银线仿秦时举居深衣的样式做一件长服。天蚕丝，是不是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听说过吗？先生，这个，如今这现代社会恐怕没有天蚕丝这样的东西吧？有的，江城往南300里有个叫云锦阁的地方，他们的阁主姓苏，你去问他要。寡淡无味，我要问茶山庄那棵千年母树上的嫩茶叶。云锦阁，问茶山庄。孙母，我知道，如果说咱们陈家是江城曾经的豪门，那这2个地方就是整个华夏传承中的泰山北斗。云锦阁的苏老一手苏绣技艺出神入化，据说有中东的石油王子出价1亿美金求一件袍子，都被他直接扫地出门了。还有那问茶山庄更是古代皇家特供，千年茶树珍贵无比，就他也配。哎呀！混账！走后再提醒你一次，再敢对先生无礼，这辈子你就别想从禁闭室里出来。老太君，你为什么打我儿子呀？明明是这个叫花子不识好歹，还要找什么云锦茶？要是再敢打我儿子，他连茶水都别想喝，让我连给他蒸桶泔水过来。掌嘴！什么？陈秀兰，只要老身还在，便由不得你胡言。请先生放心，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陈俊，由你来带路。柔儿，按先生说的去做。我们陈家现在所有的能量都由你来全权调配，务必找到先生所需之物。好的，祖母。等等，带上这个。小子，我如今的狼狈都是你害的，就等着这次灰头土脸的被拒绝，颜面扫地了。抱歉，先生，晚辈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已经携重金连上7次门了，可连苏老的面都没有见到。对方说不见故人，永不碰朕。我都说了，土包子就是土包子，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怎么着，打脸了吧？你给我闭嘴！意料之中，他们的规矩是我给定的，没有我的允许，他们自然不能破。那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将我给你的2个玉牌派人送回去，他们见到自会看看。是先生。也不知道哪儿淘来个破牌子，还令牌呢，真当自己演电视剧啊！来人，分别将木牌送到苏老和温茶山庄的齐老手中。是，小心点儿，别被人当疯子打出来。希望这次真如先生所说。这，难道先生出山了？快，去江城陈家！快，再快点！快！老苏，老秦，你也是因为信我而来。正是，走。切，不是说苏老和秦老已经记下木牌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行了，妹妹，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拿这个破木牌，就想把2位名动天下的人物都请来，跟他献宝，是说谎。就是，某些人啊，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要请苏老、齐老做梦。住口！怎可这般无礼？怎么就无礼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以为他那破木牌是圣旨吗？我看呀，这个江湖骗子都把你们骗了。我儿子说的没错啊，看上去就是个不知好歹的江湖骗子。
骗吃骗喝，怎么样？这次打脸了吧？骗骗我们陈家也就算了，还要骗到苏老齐老头上，都闭嘴！再多说一句，关你就毙！小子，这次你就等着打脸吧！恩主，后辈齐远峰，后辈苏文山前来拜见恩主。云锦阁第37代传人苏文山叩见恩主。问茶山庄第29代传人齐远峰叩见仙师。苏老齐了，他们居然真的来了！起来吧。谢恩师。即便是这二人都对先生如此，在此验证先生确实老祖宗无疑了。陈家列祖列宗，我终于等到了。苏家的丫头和齐家的小子倒是守规矩，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先生说的，莫不是这二人的先祖？恩主谬赞，先主遗训世代相传，不敢或忘。仙师召唤，即便我等远在天涯，也当朝发夕至。我云锦阁的先祖曾是明朝一位穷困潦倒的裁缝，因机缘巧合为当时游历人间的李长生缝补过一件衣服。李长生见先祖心善，便指点了先祖几手针法，自此开创了云锦阁，并立下祖训，世代供奉恩主姓武，视若神明。我问茶山庄的先祖曾与仙师品茶论道数日，临走时点化了后院几棵普通的茶树，使其脱胎换骨成为灵根，并留下茶叶玉牌作为姓名。如今齐家接受恩师恩惠，衣服按我说的做，茶叶留下，你们可以走。是。该死的，这个臭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连那两个老家伙都对他毕恭毕敬？老子就不信，一个看上去20几岁的年轻人，真是什么仙师？不愧是先生所爱之茶，茶香四溢，不似凡品。恩相豆蔻，先生，怎么了？赵家要举办一场药王大会。药王大会？我想起来了，赵家确实每隔几年会邀请各路的富豪和权贵进行一次珍稀药材的拍卖，好像就在7日之后。据说今年的压轴拍品是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神药，已经被炒成天价了。的确是神药，其名天香豆蔻。天香豆蔻，尘世间的灵物，可活死人，生魂魄。当年我让赵家祖先寻觅此物，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2000年过去，这些奴才竟把主人的灵血当成自家的宝贝，还肯拿出来炫耀。陈家古籍中确有记载，没想到先生所寻之物，竟是陈家所记载的传说之物。先生到底是何人？是时候去取回属于我的东西了，也让这些忘本奴才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爹，这次咱们4大家一共埋伏了数百名杀手，在各个楼层。不单单如此，楼内机关暗器更是数之不尽。任由那小子有多大能耐，也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好，干得不错，只要他陈家敢来，必死无疑。还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先生，任由他有什么江湖骗术、障眼法，都得跪下。2000年，陈家死死抱着那可笑的忠诚不放，愚昧之极，就该被人碾碎。既然陈家执意不肯交出那副冰棺，
咱们4家亲自去拿了。爹，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这张请帖送到陈家去，7日之后，我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陈家在咱赵家面前就是任意踩踏的蝼蚁。先生，这是赵家送来的请帖，做今日赴约之用。哎，先生，您去哪儿？药王大会那请帖无用。先生，这药王大会我们还没有资格啊！哎呀，快追上先生，告知先生，还愣着干什么？快呀！是。先生，先生，祖母让我罢了，带你去见见世面。是陈家还没有资格参会。资格？虽然有了邀请函，但是参会必须要携带一株灵药才行，陈家没有，所以还没有资格参会。抱歉，祖母也是刚刚才想起来的，陈家实在是……这便是资格。哎，孙女，你怎么还在这发呆呀？祖母，先生让我拿着这个木棍去参加药王大会，我们陈家会不会脸都丢尽了呀？不可胡说，先生此举肯定另有深意。现如今，我们只有相信先生。快拿上他，去追上先生。是。恭喜马先生以1亿8千万的价格拍得天山雪莲。有请本次药王大会的真正压轴产品天香豆蔻。我的天！没想到这最后的压轴拍品竟然不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也是稀世珍品啊，天香豆蔻又是何等宝物啊？难不成比这天山雪莲还要珍贵？天香豆蔻，传闻中的奇物，据说可生死人肉白骨，还能够使灵魂归窍，甚至是当世的真正奇物。生死人肉白骨？开玩笑的吧？不过它毕竟是赵家的拍品，也做不了假呀。那还等什么呢？快点开拍吧，我有的是钱。这陈家的人怎么还不来？这陈老太君想必也是个有脑子的人，知道这是个鸿门宴，不敢来倒也正常。之前陈家不是那般猖狂，现在居然来都不敢来了。今日便放出话去，要江城人都看看，陈家就是洞里的老鼠，见不得光。想必会场也有陈家的暗线，我倒要看看陈家坐不坐得住。天香豆蔻开拍，起拍价。这天香豆蔻，我陈家要了。说着就这么大口气。2个人便赶了我赵家部下的杀局。就你们2个人，真是好大的胆子，2个人就敢过来。先生先莫要动手，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3位叔伯，我们如约来参加药王大会，何故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甚至我们2人连入席的资格都没有。老赵，先等等，谈谈2人虚实再说。入席。
入席好说，陈侄女，药王大会的规矩你应该懂吧？各家斩宝一关，把你陈家的宝贝拿出来。陈家赵田千里，同为5大家族，想必拿出来的东西也不同凡响了。起码是1000年的人参，100年的何首乌之类的。对，自然是有。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是？便是我陈家的药宝。这陈家没搞错吧？拿个破烧火棍就过来参加药王大会了？姐妹儿，你听疯了吧？笑死我了！这陈家好歹也是5大家族的，怎么拿着这个破玩意儿就出来丢人现眼啊？陈家侄女，你这是何意？看不起我药王大会，还是你陈家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让他们找人鉴定。请赵家主找人鉴定。鉴定？好，陈家侄女，要是敢戏弄我等，可别怪我等翻脸了。自然。枯木枝罢了，拿下去，拿下去！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就是一根普通的枯树枝，别耽误大家时间了。谁说他死了？发芽了！我没看错，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发芽了？分明还是一个枯木枝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这是神迹呀，是神木。老朽鉴宝这么多年，即便是先前所拍的天山雪莲与此木相比，也不值一提呀！妈的，这怎么回事？大白天见鬼了！到底什么破玩意儿？来砸场子的吧？这便是资格。先前分明亲眼所见，先生在院内随意折下的枯木枝，可现在怎么？先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陈家侄女，你这药宝叫什么名字？为何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这名字无名，不过是家中院内随意捡的枯木罢了。现在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药王？不过是家中院内随意捡的枯木罢了。现在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药王？哼，这小子在装什么？一根破木枝而已，难不成还想当药王吗？不过也无所谓了，今天的药王大会本来就是个幌子，只要这陈家人来了，足够了。不错，找个机会趁机发难留下人。哼，谁知道这又是你们用了什么障眼法？要我看，这就是一根破木。我的哮喘好像好了。还有我的鼻炎，我的鼻炎也好了。只闻其香，便心旷神怡，难不成还真是神药？陈家侄女，你是来砸场子的吧？拿根破木枝就想糊弄我们？我们今天是带着诚意来谈的，只想要这天香豆蔻，无论多少价码，我陈家都给得起。还望3位叔伯看在先祖的份上，卖个面子。这个卡里有2个亿，不知道够不够？区区2个亿也想谈？不过谈也可以，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把你祖地那口冰棺给我留下；第二，把你旁边那小子给我留下，我要把他做成人棍，丢入地牢，日日夜夜永生永世的折磨。只要你答应我这2点，看在顾家的份上，我可以饶你们陈家上下一条狗命。走，哼！我说你2人把命给我留下！命要没有了。先生，
火候不错，肉质也很细，可惜比起2000年前在阿房宫里吃的烤全牛，还是差了点意思。那时候的牛肉更有嚼劲。混蛋！这太目中无人了吧！小子，这是在找死！年轻人，狂妄是需要资本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现在，马上给我滚过来，跪下，亲自把边关送过来。区区奴才罢了，也敢嘤嘤狂吠！给我动手！今日我要整个京城都知道得罪我赵家是什么后果。陈家的人，还有你旁边那个狂妄的小子，都沉香！我要让京城的老百姓都看清楚。没错，得罪4大家族，最后都得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人多势众，你先走，我帮你想办法拖住他们。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这怎么可能？妖术，又是妖术，又是那天的妖术！你们看清楚他刚出手了吗？这小子刚刚明明什么都没做，到底搞的什么鬼？小子，你到底使用了什么妖术？不愧是先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来！现在滚的可以活。废物，一群废物！你再强，难道还强得过我的枪吗？简直没有武德！武德？那是什么东西啊？对我赵家来说，适者生存。举起手，给我准备！你们2个人就敢闯入天都会，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即便你们再有本事，又能如何呢？今天我的枪定把你们打成筛子！你们真是卑鄙无耻！卑鄙？那又如何？只要能得到你们陈家那口冰棺，再卑鄙的事儿我也干。可惜了，可惜陈家那个老太婆没了，本来是给她准备的，倒是给你用上了。还真是蝼蚁，区区几把破枪，便觉得胜券在握。哼，还敢嘴硬！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交出边关，我留你2人一命。若是不交的话，那陈老太婆只能给你们2位收尸了。你休想！我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绝对不可能交给你的。动手！先生小心！这怎么可能？先生，这是法术吗？这怎么可能？这些人都是我们4大家族的精锐，在他的手上就好似3岁孩童玩具，纸糊一般。太不可思议了！快，请老祖宗！是。你到底是人是鬼？你别过来！去死吧！影杀术，我教给你李家先祖的一点皮毛，也敢在我面前卖弄？先生，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真正的天香豆蔻，哪儿？
就在那儿，先生，自取便是。假的？假的？传闻中天香豆蔻散发奇香，而这个平淡无味，果然是假的。先生，那等宝物早已不在我等身上。才这样，咱还有的商量。不管先生要何等宝物，我赵家都双手奉上。不管是金银财宝，还是……先生饶命！先生饶命呀！尔等不过是5岁女孩子，有什么商量的资格？先生饶命！先生，我等实在不知啊。做人留一线，既然说是杀了我等，来日方长，先生可等别后悔。不说，让你死！何方宵小，赵家地盘上动手！老祖救我！混账东西！老祖，此次手段非同一般，老祖小心！区区一个毛头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你们给我瞧好了，我这就给你们报仇雪恨！先生，万不可大意，这赵老头武功非凡，当年和我陈家起冲突时，多次重伤我爷爷。蝼蚁，太猖狂了！小子，我家老祖乃江城武道龙头，潜心闭关20年，从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你死定了！你这是找死！小子，我们赵家的擒龙手足以开山裂石，我倒要看看你的脑袋有多硬，敢和我们赵家作对！先生小心，这擒龙手阴邪毒辣，万不可正面迎敌。我赵家老祖出手，这小子死定了！没错，赵家老祖10年前就无敌于江城武道世家，定将你这小子活活的打死。先生，这是赵玄明的成名绝技猎肩手，快避开！小丫头，看来你还有点见识，但是晚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刚刚的起手式，还有那张脸。看这张酷似古籍里的脸，还有擒龙手的招式。始祖赵高有幸追随神主，神主曾传下寻龙点穴之术，更于军阵之中，授权一套无名擒拿手起骑手式，名誉擒龙。你是我这的神主？原来陈家守护的不是什么秘密，而守护的是这个活的老祖宗。我等背信弃义的奴才，竟然还想染指主上的宝物，主子的宝物，甚至设下杀局。赵家不孝子孙赵玄明不见神主，我等有罪，罪该万死。赵家老祖在给先生磕头。我家老祖怎么给那小子跪下了？我赵家宛如神明般的老祖，竟给那小子行如此大礼，我们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存在？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赵家老祖到底说了什么？好像隐约听到什么神主？狗屁神主！赵家老祖活了100多岁了，辈分高的吓人，怎么可能跟那20多岁的小毛头小子叫神主？我看就是那小子说了什么，哄骗了赵家老祖。说的有道理，
天香豆蔻在你身上。是。此物本就是神助之物，老奴岂敢私藏？果真是天香豆蔻，只在远处离远闻一闻，散去的灵魂都被滋养了。你还算记得自己的身份，可惜太晚。神主饶命！赵玄明，足以镇压江城几十年的老怪物，就这么死了。老祖死了！你竟敢杀了我家老祖！老赵，你不要命了！杀神，他是个杀神，我们不可惹怒于他。回去告诉你们背后的人，冰棺是我的，江城也是我的，记住了，奴才永远都是奴才。小子，竟敢杀我赵家老祖！蝼蚁罢了，我赵家和你不死不休！哼，你们还不配！陈家，好大的口气！怎么搞的？小子杀了我赵家老祖！看来徐先生说的果真。先生，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你也来送死吗？先生，好大的口气！哼，聒噪！先生息怒，先生息怒。这是我们几家老祖共同奉上的拜帖。先生，3日之后到天朝大厦，我们共同为您谢罪，一笑泯仇嘛。哦，对了，一位徐先生也要见您。这定是鸿门宴，不能去，先生。也好，我也有些腻，去看看便是，省得他们一个个来找我，麻烦。但凭先生吩咐。走。大哥，你刚刚为什么不动手？我赵家老祖已经死了。嚯！你以为我这点人够他打的吗？那小子太多古怪，只好请徐先生帮忙解决了。别急，只要他敢去天朝大厦，徐先生必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那小子连同陈家就会知道，到底谁才是江城真正的主宰。忤逆4大家族，只有死。还差最后4个，玉素，等我。祖母，您是不知道，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4大家族打得低头俯首。好啊！不愧是先生，不愧是先生啊！是啊，只要有先生在，我们陈家就倒不了，4大家族也拿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如狗一般低头摇尾。你这次追随先生有功，今后这陈家家主之位便彻底坐实了。
去掉暂代二字。是祖母，阿柔必定为陈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该死！我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跟在那小子身边罢了。论手腕，哪里比得上我？这个老不死的，凭什么不让你当家主？不过四大家族好像邀请先生3日后去往天国大厦，说是要什么赔礼道歉，还说有个徐先生。什么？四大家族贼心不死，这分明又是一场鸿门宴嘛！这么多年，四大家族背后之人，想必也就是那个所谓徐先生捣的鬼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今只能听先生的，全凭先生安排。这帮蠢货！天国大厦乃是四大家族的根据地，此次一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陈家也会跟着陪葬，得想想办法，妈。儿子，家主之位绝对不能让陈柔那丫头抢了去。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徐先生，你怎么笃定那小子就一定会来？因为我这里有他想要的。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徐先生，这人闯进来说要见你。我都说了是来见徐先生的，那么粗鲁干什么？徐先生，此人名叫陈俊，是陈老太君的祖孙，现在与陈家家主陈柔多有不和。陈俊，你来找我要干什么？徐先生，我们家老太君自不量力，与您为敌，我愿为徐先生效力。你说你愿意投靠我，但你有什么价值？你不过是陈家一条狗罢了。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丢到海里喂鱼。别啊！走，我有用，我能将陈柔带过来。我能将陈柔带过来，我能抓住陈柔，这样你们就有更多要挟陈家的筹码。陈家家主陈柔，就是先前一直跟在那小子身后的小丫头。陈家老祖死后，由她代替陈家家主的位置。我记得那个丫头一直跟在他身边，应该很受他器重。确实把他喊过来，会多一些筹码。不过，你如何将他带到我身边啊？我可以随便编个什么理由，说我遇到危险了，他肯定不会不管我。这样便……快起来，起来，起来！哇！不过你做这些，你想要什么？到时候，我想要陈家家主之位。陈家家主之位？没错，那老太婆就是个老糊涂。陈柔论能力，论手段，哪一点比得上我？凭什么她能当这个家主？既然这老太婆不长眼，就别怪我自己努力。好小子，只要你给徐先生办妥此事，到时候自然会给你想要的。那便仰仗徐先生。姐，救我！我被他们绑架了，你快来救我！他们说不拿100万美金过来就要撕票。陈俊，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城郊外面的烂尾楼里。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柔妹，快来救我！你等着，我马上通知老太君拿钱来救你。喂，半小时之内必须到。如果叫我们看见其他人，别怪我们不客气。肯定是陈俊在外面惹事，结下的仇家。同为陈家族人，不能不管。
可以啊，成了。看不出来，你演技可以啊。谬赞了。陈柔，家主之位只能是我的。25分钟。人呢？人呢？过来！这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再说你个陈柔压根就不会来救你。我告诉你啊，咱们之前可说好了，如果这事徐先生办不成，你可别怪哥押你回去交差。不应该啊，我俩一起从小玩到大的，他不能不念旧情吧？陈俊，我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陈俊，王烈，你们勾结在一起，你骗我！陈柔，没办法，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高女，别着急，下回就轮到那小子了啊！放开！祖母，没想到是我吧？不想让他死，就赶紧让那小子来天国大厦救人，不然就等着给他收尸吧。孽子，叛徒！我陈家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不孝子孙呢？陈秀兰，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分明是你们不公，不让我儿子当家主，要不然能有这摊子事儿？老太君，如今新家主已经在4大家族手中了，还让先生去天国大厦救人，这……老太君，4大家族心狠手辣，当年老祖宗就是被他们下药害死的。如今万一陈柔小姐也……他们无非就是想让先生只身赴血。不行，绝不能让先生赴血。我陈家只是先生的奴仆，又如何能让先生赴血？不可，绝不！我去便是。先生，你陈家还算忠心，我不会让他有事。陈家，多谢先生。臭人！陈柔，你最好期待他能够早点到，而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徐先生的计划。不然的话，我让你死都死不痛快，听见了没有？混蛋！先生是不会上当的，你就死了，信吧？是你猜得准，还是徐先生算得准？你以为先生就你一个计划？别搞笑了。这个屏幕呢，是天国大厦所有的监控视频。只要那小子一进来，就会亲眼看到他是怎么被徐先生折磨死的。哦，对了，这个画面不光咱们能看到，4大家族所有人都能看到。那小子会死得很惨，很惨。先生真的会来救我吗？啊，终于来了。先生，李长生先生，或者我也可以称呼你为大秦国师，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玉素，你要是能活着走到我的面前，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里残红的归属。啊，对了，为了不让游戏那么无聊，我还给你邀请了一些观众。
哎，小子，你不是很能打吗？打上来救人的，我等你。先生，别管我！从底部到顶楼，总共128层，每一层我都为你准备了不同的惊喜。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游戏吧。你就是四大家族的幕后黑手，利用女人来威胁先生，卑鄙无耻！威胁？不，你还不够资格。你过来只是增加一点筹码罢了。我让你过来，只是想让你亲眼看着你陈家最大的一长是怎么死的。什么意思啊？他问什么意思？看看，怪物！你们研究出了怪物？怪物？你怎么能说是怪物呢？这分明就是杰作，是科学的结晶，是我徐腾心血。疯子！我徐腾潜心钻研10几年，为的就是这一刻，就是我要用我的科学推翻这一切，我要向所有人都证明我是对的，要用我的科学去证明，管他这狗屁什么先秦炼气术，在我的科学面前，那都是狗屎。我要让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李长生是怎么败的。倒是有些意思。先生怎么打不死这些怪物？当然打不死，高斯人造人乃是科学的结晶，他们体内的机械核心能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哪怕他们挨一发榴弹炮，也未必能将他们。很好，恭喜你通过了第1关，但是接下来会更精彩。这些又是什么怪物？别太得意，他刚刚通过了第1关，接下来的每一关比上一关的人造人会更强，足足有128层。你看，怎么可能？这些都是我花费数年用高科技圈养出来的怨灵。太好了，先生。徐先生，你看这家伙在快速闯关啊！为什么他还在继续？先生，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我花费数年时间高科技圈养的怪物，不可能！一定是数据出了问题，一定是！愣着做什么？愣着做什么？快进去看呀！
该死的！那个混蛋竟能不断突破徐先生的杀局！陈家到底是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怪物？两位老哥啊，你们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徐先生说的什么吗？这小子是大秦国师，他不会真的是咱们的？他就算是咱们的老祖宗又如何？咱们的先祖与之为奴，那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徐先生手握高科技，只要杀掉那混蛋，咱们4大家族就能洗刷掉奴仆的身份，再无人知晓。对，徐先生一定还有最后的手段。就算他真是咱们的老祖宗，他要不是神仙，也一定会被杀掉。赵家列祖列宗，不知道不孝子孙此举对是不对？我也只是想将奴仆的身份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先生，精彩，真是精彩！不愧是活了2000年的神话。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腾，徐福是我的先祖。交出他的魂魄，然后告诉我徐福在哪，我可以让你死透。急什么？我家先祖只是个失败者而已，他只想着夺取你的长生，而我不一样，我要创造长生，我要解剖你，研究你，我要将你的秘密公之于众，我要成为这个新世界的新的神。约素，这缕残魂是当年我的先祖攻打他的时候用特殊的秘法捕获的一丝，本想以此要挟，没想到被你重创后，现在留下来了。现在我只要轻轻地按这个按钮，你的2000年的执念就会化为泡影。约素，什么狗屁大秦国师也不过如此，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信不信当着你的面把你弄死也不敢怎么样？怎么？我就丽儿，丽儿，你杀了我的丽儿！卑贱奴仆罢了，不听话，只能死。多谢先生救命。随我者，我不万全。于长生，你敢！我只要轻轻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什么都没有了，你只剩下2000年的一个躯壳而已。想他活命，给我跪下！给我跪下！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不可能！不可能！普通人绝对是做不到的。你到底是人是鬼？是雷电。我主长生，掌雷电之能，炼气之术，摄令天地，王家后人谨记，世代为奴，永不背叛。哼，还掌控雷电，骗鬼去吧！先祖古籍，我是老祖，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李长生，你敢！风来，雷动，我的科技
你的算计，在你这个神面前，却如此可笑。现在，告诉我，徐福在哪？我不知道，老祖神出鬼没，多年前只露过一面，后来再无踪迹了。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我是老祖最优秀的后人，你要杀了我，他一定会替我报仇的。岂不正？徐福教你的雾言术，你还差得太远。先生饶命！不，先祖，王家保证以后世代为奴，不再背叛。先生饶了我吧！已经给过你们4大家族机会。先祖牌位，我们都干了什么事儿？我们得罪的不仅是主人，还是神，一尊真正的神。大秦国师李长生是神，是行走在世间的神。我们有罪呀！祖母，好，回来便好。先生呢？一切都顺利解决了。没想到先生他……对了，还有陈俊那个家伙也带回来了。祖母，我错了，我也是一时不明心窍，你饶了我吧！求老太君饶命，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狗东西，家门不幸啊！除了你们这2个不孝子孙，把他们押送地牢。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放他们出来。饶命！祖母，饶命啊，老太君！对了，先生呢？先生他……玉素，我带你回家。徐福，2000多年的恩怨，是时候做个了结了。